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进入盘秀山隧道。这一集，我们离开安泽县城，前往山西长治。这青兰高速了，这路边有很多磕头机，好奇怪。这太行山这海拔1000米，居然有这么大的一片平原，非常肥沃，到处都是农田。山西长治古称上党，今天这里还保留着隋代上党郡属的大门，朴素雄浑的上党门。上党作为地名，始于春秋晚期。党所也，在于山上，其所最高，故曰上党。上党一词指太行山上最高的地方。正因为上党居高临下，成为了争霸中原的枢纽之地。得上党，可望得中原，所以古人称上党为天下之极。公元前260年，战国时期秦国与赵国的战略决战，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规模最大、最惨烈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。而我们在长治区打卡地方民谣高平十大碗，去的这家饭馆也是充满了浓浓的长平之战古战场氛围。十大碗的做法，首先要选一头上好的肥猪，杀洗过后，做出10碗菜，碗中之菜充满了汤水，因此素有碗汤菜的说法。我们的菜已经上齐了，这一桌菜呢有2个汤菜，还有2份主食。这2个汤菜呢，这个是夹馅肉，这个呢是丸子汤，这个呢是它的软米饭，这个呢就是烧麦。这个夹馅肉里面的肉馅全是瘦的，没有肥的。它这个汤里面呢放了一点点胡椒粉，然后还放了醋，所以吃起来微微的酸辣味儿，特别的开胃。它这个里头很硬，但是咬起来又很脆。这个嘎嘣咬下去，好像里头整个这个丸子就碎开了、炸开了，就那种感觉。哎，这个还比较稀奇一点。这是我们最后的甜品，也是主食，它叫软米饭。我刚才说了，它很像我们在山东青州的时候吃的那个糗糕，我觉得跟糗糕没有什么区别，甜甜的、糯糯的、软软的。吃着10大碗的甜品软米饭，汤叔聊起了长平之战。战国时期呢，这有个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儿。当时韩王把上党地区是献给了秦国，但是呢，上党的郡守呢，他不想去跟着秦国的这名声可能不太好，所以他主动呢要献给赵国，然后赵王就收了这个上党地区了。上党地区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？我们今天过来，我们看见了黄土高原，全是山区，全是梯田，但是一到这长治这，海拔也是1000米，但是它是跟平原一样，无边无垠的这种平地，农田非常富饶。而且我们还一路上还看见什么呢？还看见油田、磕头机，这里还有石油，真的是个好地方。所以呢，当然了，对河北来说，这个上党地区位置也很重要。它在太行山路这，往东一走就是河北了。如果上党被秦国拿走了，进攻赵国会非常容易。赵国是太危险了，所以赵王收了它。
收了它之后，秦国肯定不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韩国国君要把善南献给秦国，你的郡守把善南又让给赵国，那算怎么回事？听君王的还是听郡守的？其实可能也可能是韩国这个谁都不想得罪，两边都讨好，故意的。故意的，我觉得有可能故意的。他既不想得罪不起秦国，也得罪不起赵国，就这么干了，两边都陷，你们谁能拿走谁抢嘛，这下好打起来了。这场战役主要就在长治这儿，长治就是应该是叫沁河，就我们看到的这个叫沁河吧，里头丹河、太行山这一带发生了。汤圆这个饿了哈，先拿走吃。发生了，然后这边呢，赵国先派的是廉颇，在太行山脉组织了层层的防御。秦国派了军队40万，赵国也是倾国而出阻挡，但是打了几仗就打不过秦国，一直退回来。然后廉颇是个老将，一看赵国的战斗力还是不行，建立一道一道坚固的防线，一步一步后撤，撤到这个河的这边西岸这边就固守住了。然后秦国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以用了离间计，说他怕的是这个赵奢的儿子赵括，就纸上谈兵嘛。然后赵括就来了。赵括呢，历史上背了这么大骂名，其实他也挺冤枉的，因为他要跟秦国决战，其实本质上不一定是这个主将的意思，而是因为当时两军在这打了好几年，秦国40万军队，赵国是50-60万军队，在战国时期这么大的军队对峙，后勤压力非常大。但秦国呢，那时候比较富饶，它有关中平原，然后呢，它的运输也不是太大问题，黄河啊，就好几条河流都能过来，汾河啊，军粮都能运过来。赵国虽然离得近嘛，后勤上优势也不大，但而且赵国呢，相对来说国力还比较薄弱，应该是撑不住了，后勤上撑不住了，逼得赵国不得不决战。所以赵括就主动出击，然后最后一败涂地。但是这个一败涂地呢，其实历史书我觉得也没写清楚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但是秦国40万对赵国的60万，秦国死伤了多少？死伤了20多万，也有说他死伤了20-30万，就是秦国即使坑杀了赵国这么多人，他这个军队也是死伤过半，所以赵军的战斗力也非常强悍，不能说他是不会打，他输还是输在国力弱上。对，白起过来了。白起过来，战略上我们说这个大的上面细节上是白起，就是一看赵国出击，其实他故意引诱他出击，等他军队过了河之后，他把他粮道给截断了。截断之后，其实这个赵军40万投降，怎么投降呢？他不是打不过投降的，他是饿肚子饿的，没得吃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还米饭非常有意义呢？但凡赵军能吃上一口饭，这个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。但是改写，我觉得也很难改写，但起码会有一些变化。就是秦国可能统一中国的这个趋势可能挡不了，但可能会晚很多年，因为赵国当时也不是闹着玩的，国力也是非常强悍的。那他当时为什么按说这个赵军都已经投降了，他不应该再杀？这个也有一个说法，赵军说投降了40万，其实是饿肚子，不是说打不过，你再不投降就饿死了。投降之后，为什么说秦国要杀他呢？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赵军太能打了，这是虎狼之师。如果把这40万军队放回去，他们再组织起来，秦国也吃不消了，他有这个担心。第二个呢，秦国跟赵国对峙这么多年，长平之战，赵国已经崩溃掉了，
秦国应该说也快接近崩溃了。当时两军，建了好多，说在山上建了好多粮仓，什么都假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哄骗基层士兵的。谁骗到最后，谁露出马脚，赵国露出来了，秦国还撑着呢，就比谁撑的时间多几秒钟，谁就赢了。就是秦国也没粮了，他可能养不活这个40万赵军，养活也是个问题。第三个原因什么原因？秦国当时大家都知道有个制度嘛，他奖赏非常分明。他奖赏评价依据是什么？就是人头。一个士兵打一场仗，你要拎回来对方的几个人头回来，那家里的立马就是分田分地当官，千户侯百户侯，全家整个家族都发达了。所以历史书上说秦军叫虎狼之师啊。秦军一上战场，看见对方脑袋就跟看了金元宝银元宝一样，玩命的往前嗷嗷叫的往前冲。他是为什么？为家族而战，就这种制度。然后白起呢，我估计也是，你想一支军队出去打，最后死了一大半人，秦军死一大半人，这剩下的活的人怨气得有多大？他们报复心理有多强？而且如果他能复了仇，把这些都杀掉，每个人，你看，秦兵最后剩个20万，这可能40万，一人分2个人头，这有多大的战功？而且白起也算给这些为他拼命、拼死征战的这些将士一个交代啊。白起，我听说白起就打完这场仗之后，后来再打仗，好像是不披战袍还是不披什么，反正是有说法的。他不太愿意打了，就是杀戮太重了，他自己都受不了。所以作为一个主帅，他也很难，他对上对下都得有交代。你说他坑杀，他是不是这么残暴的人，是这么狠的人？不管谁到了他那个地步，可能只能有这个选择。对他来说啊，这个所以这片土地，哎呀，尤其这碗黄米饭，我看见了。你想当时这些赵军真的是一口饭都吃不上的，太难了。而且这个地方叫高平4大瓦，长平之战、坑杀什么都是在高平发生的。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啊！现在找到那个地方了。原来对长平之战坑杀40万是有怀疑的，史学界说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？战国时期怎么可能会组织这么大的战役？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结果就是有几十年前嘛，有个老农种地，挖着挖着挖出了这些坑了，层层叠叠，层层叠叠，整座山都是。考古学家一看，真是就是长平之战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浓笔重墨记载的，司马迁是惜字如金的，这个真的很沉重。这就这片土地吧，我们旅行的意义也就是到这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缅怀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历史。下一集，我们离开长治，自驾前往太行山红梯关挂壁公路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